我开门出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外卖下面还垫了一个厨房纸。会不会面临说我去餐厅，我连米饭可能都会吃不起了，因为一碗米饭会特别的贵。这打折的条条一层一层往上贴，10%、20%、30%这种。我其实还有一个终极窍门，就是订餐厅的，就是你发现它网上订不了，其实你打电话去用英语预约也有一个窍门的，就是你说那种短句，说越简单越好，说关键词，比如说 tomorrow 2 people 7 p.m. Mr. Wang 这种，就对方听懂的概率会大幅的提升，你知道吗？哦，明白。所以其实打电话也 OK， 就我们也有一些预约成功的经验。对。还有一个，你实在不想打电话，其实可以拜托一下你入住的那个酒店前台帮你去打电话，他们其实是很专业，也很乐意帮忙的。说到这个，我又有一个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去北海道美瑛玩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是一个农场，电车下来之后可能还有好几公里的路，必须得要打车过去。然后我们当时电车下来之后，手机软件打开，哇，一辆车都没有下一班电车是2个小时之后才来，所以我们当时面临的情况就是，要么你就走过去，要么你就等2小时之后的电车回去嘛。而且当时还天降大雨，真的很绝望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纠结了一番，就还是决定走走看，走不动就回来等车嘛。结果走了没多远，发现有一家杂货店，当时就想能不能让店员帮忙打电话叫出租车，当时那个店员就很热情的帮忙了，我们当时就也成功的去到农场，包括从农场回来也是农场的人帮忙叫的车回来。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打车或者订餐厅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下当地人的帮助。我们出去吃毕竟算是少数嘛，你平常会点外卖吗？我中午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点外卖。我理解发达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人工都很贵，所以我自己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说，那是不是像东京这样的地方，外卖其实并没有像国内那么的普及，或者至少是便宜吧。所以我不晓得你在点外卖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跟国内不太一样的一些经验，或者说至少比方说我们如果是去旅游的话，但凡有人确实来不及需要点外卖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也要用到什么软件，或者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软件的话，我就是用 Uber Eats， 这个跟在美国的时候是一样的。费用方面的话，它跟国内的费用构成有点不一样，就是首先它配送费一样，都是有的，但是它很贵，50日元到850日元，光配送费吗？对。然后除了这个配送费之外，它还有一个订单金额10%左右的服务费。所以如果说叫外卖的话，应该是比堂食要贵一点的。就是说你除了点的餐本身的价格之外，你还有配送费，再外加10%的服务费。对，那其实多很多啦，对吧？对，除非你点的量很大才比较划算，你要是点一个小的话，可能都不太划算。也没有吧，因为它那个服务费是根据你订单金额去收的，所以你点的越多，它那个服务费越高。所以我有充 Uber 的会员，它是500日元每个月，充完之后就可以免配送费，然后服务费是打7折，450封顶。我算了一下，大概如果你每个月点2次外卖以上，然后偶尔又打 Uber， 就是打一下那个优步车的话，其实还蛮划算的。那它送得快吗？快肯定是没有国内快的，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骑手在街上跑嘛。大概2-3公里的话，要半个小时可以送到，像5公里这种就要1个小时了。那你像你用 Uber Eats 这种去叫外卖的话，其实它的配送员就是 Uber 的员工，对吧？对。不是我们平常像在日剧里面看到的说，只要打电话到餐厅去，如果这样子叫这种电话的外卖的话，是餐厅的员工来帮你送。那种我没试过那种没有。那种可能就是需要更复杂的日语去交流了。对，不是我的领域。那其实对于就是去旅游的人来讲，可能确实外卖不是一个
经济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划算，其他可能时间方面也要等蛮久，所以也不是很推荐，对吧？对，除非你非常不想出门。Uber Eats 也是要绑卡吧？就是你还是得有信用卡。对，而且你还需要一个电话。但是 Uber Eats 它可以配送方式的时候，你选 Leave at the door， 它可以放在门口，就那种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联系到你？我之前看到你发的图片会在那个外卖的下面，它会放一张纸吗？日本的这些外卖方面跟我们国内来比，它又有哪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其实我也只遇到过一次，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给你分享了。就是有一次我点了一个韩式辣豆腐汤，是让它放在门口的嘛，然后开门出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外卖下面还垫了一个厨房纸。我感觉这个事情可能只有在日本才会发生，因为我有仔细看一下，它的外卖其实包得很好，它就用好多层的那个保鲜膜去把那个盒子包得很严实，然后它配送的过程中呢也是没有漏出来的，它可能就是怕万一，因为豆腐汤如果漏出来把那个地板弄脏了的话就会比较灾难嘛，所以它就在下面很贴心的垫了一个厨房纸，还挺日本的。对，很爱干净，然后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这样子。对。那还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有特别体现日本的这一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Leave at the door， 就是你可以在配送方式里面选择完全跟送货员不见面的方式。对，因为日本不是有那种很有特色的，就是那种自闭吃饭嘛，就每个人有一个小格子间，然后你坐下来之后直接用平板点菜，然后吃完之后把东西放回回收窗口，就全程你就不用跟服务员说一个字。然后我就想说外卖也可以很自闭，但是这个其实其实是 Uber Eats 的功能，在美国也可以用这个，但是很适合日本人，我觉得爱人友好，社恐友好。对，就是你讲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在这个国家好像很合理。然后你又讲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或者说你就是我们知道这种比较外放一点的这种国家，你就会觉得说你就会心里会有问号。但是但凡发生在这个日本，你就会觉得蛮合理的，因为好多宅男宅女可能确实就是不愿意跟外界接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方式嘛。但是我感觉日本人其实点外卖也挺少的，我不太见到那个 Uber 在街上跑。这一点可能就跟我们去旅游的感受也蛮一致的，就是它线下的那些 shopping mall 啊，它永远都是人流攒动的。线下的这些商业是很繁盛的，它未必一定要通过走线上的方式，所以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外卖它这种通过线上预订啊或者什么的方式，它反而就跟它线下这个商业繁盛的这个逻辑一样，我既然是能够在线下享受到的服务，或者我都可以在线下不用接触到服务员跟其他顾客的话，那我何必不出门去外面吃呢？那你应该现在这2个多月应该在家里烧过饭吗？应该烧过了吧？烧过，我们晚饭和早饭都会在家里面自己做饭来吃。说起早饭，就是正好我前面也想说，就是我们一般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传统的早餐店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以前不是特别理解，后来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日本人，他叫竹内亮。我知道他对，在会长江是的。然后他就是在南京生活嘛，然后有一次他就拍了一个小视频，介绍说为什么日式的早餐店这么少。他就介绍说，他说因为日本人的传统早餐非常的简单，就是纳豆可能拿出来搅一搅，然后有个味增汤什么的，大概可能做这个早餐花的时间也就是不到10分钟。那通常这种情况下，那过去嘛就肯定都是妈妈做嘛，就是妈妈很快就会做好，所以也没有必要出去要去买早饭吃。所以那就长久下来就会发现，这个日本的这些街区街道上就不太会有这种日式的早餐店。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去吃早饭呢，它都是有一些就是西式的比较多，就这个配着卖咖啡之外，它会有一些面包洋食这些东西，就是洋食，对，洋食，对。所以我不知道，像你的早饭，你就是在家里解决，那你还是吃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早饭，还是有尝试过日式的传统早饭吗？像纳豆这些？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要分开来回答。就是我的早饭的话，因为 Kevin 要上班，他会早上起来做早饭，就是煮一些荷包蛋，
还有它，因为它纯肉嘛，它可能就是一些肉。然后我如果想吃一些碳水的话，我就提前一天晚上在楼下的便利店买好这种饭团啊或者面包这种。面包其实日本的那个房子里面也很有意思，它的煤气灶下面有一个烤盘一样的东西，日本人可能会用来烤鱼，然后我们就用来烤那个刀切面包，然后我早饭就会吃这些东西。然后你问我有没有做过日本料理的话，我有做过味噌汤，还有荞麦面，因为这两个都非常简单。Kevin 还做过豚汁，豚汁就是那种猪肉汤放点猪肉，放点蔬菜，就简单料理。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点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的是，日式的料理其实看上去很精致，但是都是很简单的做出来的，就是家庭的那种日式料理。像味噌汤和荞麦面基本上10分钟都能搞定，因为味噌汤就是放点海鲜素，然后把所有东西在汤里面煮熟之后关火，把味噌融化一下就可以吃了。而荞麦面就更简单了，就是把那个面煮熟之后，如果考究的话过一下冷水，然后沾着那个soba汁吃就可以了。那个soba汁是有现卖的，对不对？也不需要对，超市里有卖。我觉得这个荞麦面好不好吃，一个是你要去买新鲜的荞麦面，就是那种保质期比较短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soba汁要好吃。主要是蘸料味道要可以，就蘸料可以了，蘸皮鞋底子也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那你做饭的原料呢？去超市买，对吧？对，去超市，我们会去的超市有2个，一个是每周会集中去采购一下的那种大超市，叫 Nikuno Hanamasa， 我们叫它肉超市，因为它里面肉的品类很多，也很便宜，就很适合 Kevin 这种纯肉饮食者。楼下呢也是有2家那种综合的那种小超市的，里面有肉啊，然后果蔬这些都能买到，只不过品类比较少。像平常少一些鸡蛋或者牛奶就楼下解决了，或者说晚上也会买一下早餐嘛。像我们之前去玩的时候嘛，然后偶尔会就是误入这种商场最下面的这些超商，就会发现说他们的东西如果是蔬菜的话真的好贵。对，蔬菜和水果所以我有时候搞不清楚是说因为去的地段是热门的旅游地段，所以这个地方的定价本身比较高呢，还是说本身可能整个在日本社会里面它的蔬菜就是这么贵的？就是这么贵。它这个其实要说到农业保护，因为日本这边基本上都是那种山区山地，所以他们都是小范围的耕种，达不到那种平原上的那种规模化的耕种，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毕竟是发达国家嘛，就是土地和人工特别高。还有一个就是农协会设置一些比较高的品控标准，所以就导致这个成本就是那么高，就下不来，所以就到那个消费端也比较高。对，就是因为我们确实肉眼看到的，它放在超市里面卖的蔬菜啊、水果啊，都是一个个头，然后颜色也都很鲜亮，感觉就像一个特别标准化的一个出来的农产品，就跟我们脑子里面的这种传统农贸市场上买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但我不知道东京的这种传统的市场你有去过吗？它的价格也是这么高是吗？我知道有一个驻地市场，但是我们没有去过。对，驻地市场不是之前因为东京奥运会不是关掉了一部分嘛？但是我感觉好像那边还是以海鲜产品为主。现在驻地市场有一部分就是那个场内市场搞金枪鱼拍卖的那个批发市场，是搬到丰州去了，叫丰州市场，它的那个管理就更加现代化一点。然后场外市场就是有一些小吃店啊，然后海鲜那些还是留在原地。这个有机会后面可以去玩一下，去看一看。海鲜是不是就便宜了？海鲜便宜，它是对它临海的国家嘛，它海洋捕捞又很发达，所以可能这个成本相对来讲就比较低了。海鲜便宜，然后鸡肉和猪肉也还可以。牛肉的话，如果是国产牛的话就是贵，进口牛像美国牛就比较便宜一点。我不懂啊，就是国产牛跟和牛又是两码事，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母级跟子级的一个关系？对，和牛是国产牛的子级。
国产牛讲的是饲养地，就是只要你在日本饲养的这个牛就是国产牛。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这个牛是美国出生的奶牛，运到日本来，在日本度过牛生中最长的时间，那就可以通过国产牛这个 title 去卖。那和牛的话，它其实讲的是血统和品种，就如果它是和牛的话，它祖上代代都是和牛。就是你也不能去国外留学回来之后所以你必须就是土生土长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而且它其实整个和牛的生产过程非常的严谨，就是小和牛出生的时候是专门找特定机构的人过来给它录鼻纹的，因为鼻纹就跟人类的指纹一样，对，独一无二的。然后也会给它一个类似于身份证号码一样的，给它钉在那个耳朵上打标签之后，这个牛对，这个牛到任何的饲养场甚至是屠宰场，它都是要扫这个号码的。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个和牛，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它这个号码查到它这一生中发生的事情，包括它爸爸妈妈是谁都是很清楚知道的。这么独一无二的这种生产控制流程，我原来只是以为说那这种就是这个群体就是和牛，那至于说每个都应该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养，然后有什么样的饲料或怎么样，但我没有想到说连每一头牛它都要输入它的鼻纹，然后可以这样一路追溯到它的祖上。那还确实比较惊喜。就有一个比喻，香槟和气泡酒的关系，所有香槟都是气泡酒，但是只有在法国香槟产地产出来的特殊品种才叫香槟，对的那个葡萄酿出来的才叫香槟。和牛就是牛中香槟是的。那话说就是因为它整体其实农产品类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嘛，像我之前有看那个日剧叫《晚酌的流派》，就是那个立山千米演的，他就讲是这个女主角呢，她就是很喜欢喝啤酒，但她喝啤酒一定要配2个硬菜嘛，那她自己的厨艺又很好，所以她就会自己去烹饪，但是有的时候她想吃一点好的话，她就要下班之后去她家附近的超市，但她就会每次看到有些很贵的食材，她也很舍不得买，那他就等到比方说7点以后超市打折的时候，他再去下手这些平常比较昂贵的食材。那是不是大部分超市来讲，它可能都是7、8点以后也有一些打折的食材？有没有说如果我们去那边超市买东西，有没有一些什么时间点或者一些省钱的小窍门？对对对，就是晚上去逛超市会特别省钱的，因为超市里面有一些生鲜，像肉啊、海鲜、寿司这些，到了晚上的时候，它要关店之前，他为了清库存，就会把那些东西便宜甩卖。对，就经常会买到可能明天后天过期的这种肉，它又是保质期内的，也是很好的产品，但是它就是价格很便宜这样子，而且是越晚越打折，大概8、9点钟去买会比较划算。我们经常就看到店员拿着打折的条条一层一层往上贴，10%、20%、30%这种。所以我们晚上吃完饭在附近逛一逛，然后会到超市去寻一下宝也会买一些半价的和牛或者半价的寿司回家，这样子第二天吃。我看你之前也有提到像故乡税这个东西，说也是一种年轻人用来薅这个羊毛的方式，这个能讲讲吗？对对对，那个很有意思。日本有一个就是叫福禄萨偷故乡税的东西，简单的说就是政府允许你把一部分的纳税的金额去捐给你指定的地方政府，作为回报，这个地方政府会送你一些感谢礼物。就比方说你捐了5万日元，其中30%大概是1.5万日元是可以作为感谢礼物返给你的。这个感谢礼物可以是北海道帝王蟹，或者说是那种秦王葡萄。其实本身是政府为了刺激地方经济嘛，结果后来就变成打工族薅羊毛抵税的一种方式了。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这些食材或者这些水果真的平常你要正价去买的话会非常非常贵。对，因为这部分钱你本来就是要交的嘛，那现在你又有一些支援了自己的故乡，然后又获得礼物的那种感觉。那就是，但是这个东西我理解应该是，比方说每年他这个居民在纳税的时候，他可以选择这部分，然后他回馈给你的可能1年也就是1次。
它是你先在那个弗鲁萨托的那个网站上去买东西，然后后期给你抵税的这样子的操作流程。所以你要先把自己的能够抵税的额度算好，然后再去买。如果超了的话，就不给抵了。那像最近的话，因为我们一直看到那个日本的新闻嘛，就说它的大米的价格一直特别高，然后政府都可能把往年的这些储备粮都已经放出来了。不知道就是除了你之前提到的像因为它本身就有农协规定的价格之外，那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导致它现在大米价格这么高？而且我就想说，最近的这段时间如果要去旅游，会不会面临说我去餐厅，我连米饭可能都会吃不起了，因为一碗米饭会特别的贵。首先它那个大米出现涨价是因为它供应端的问题，就是在23年日本特别热，所以就产不出米了。然后日本又有农业保护嘛，所以它会对外来的这个米征超高的关税，有700%以上吧。所以外面的米进不来，然后在自己的供应端出现问题的话，这个价格就上去了嘛。对于消费者会不会在餐厅吃饭有涨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米的价格还是相对其他食材，就算它再涨价，相对其他的食材来讲还是低的嘛。所以我觉得商家也很难把这个转嫁给消费者吧。然后我还去做了一点功课，我去看了一下对成本比较敏感的日本的一些平价的连锁店，像松屋、石崎家还有吉野家这些牛肉饭中份的那个价格的变化趋势。它这2年确实是有涨价的，但是历年来说它都在涨，今年和去年也没有那种非常陡峭的涨幅，所以我觉得其实消费者影响应该不是很大。那对于我们国内来旅行的这些人来说，我们汇率有优势呀，因为日元最近都是在贬值的，所以其实我们购买力应该是增强的，所以我觉得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就我们自己至少是比方中国过去的游客，从感受上来讲，他可能对于米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其实没什么感觉的。对，好呀，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也蛮多的，基本上是把现代人类吃饭的3种方式去外面吃、自己烧，还有叫外卖啊，我还是开了不少眼界，有很多就完全以前自己完全不会想到的一些方式方法啊，甚至是就是日本文化体现出来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希望你一切顺利呀，我觉得还蛮好的。我也要叠个甲，因为我来日本还时间比较短嘛，其实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也还在学习中，还在探索中，可能就是今天介绍的也有说错的地方，如果有说错，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包括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是预定或者省钱的小妙招，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把我们在聊天当中提到的一些餐厅啊、预约方式啊，包括比较推荐大家去尝试的一些餐饮的一些品牌啊，我们也都会贴在资讯区里面供大家取用。希望大家如果去日本或者东京旅行的话，能够起到一点点小小的帮助。然后我们下一次就说说你的住嘛，对吧？你毕竟也是搬过去了，我感觉住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工作。对，那个其实有挺多事情可以说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好，谢谢大家观看。谢谢，拜拜，拜拜。